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路游的频道。我现在是在 Chelsea Bridge 上面，下面就是泰晤士河。今天呢，我准备去逛一个伦敦的，其实是一个老的地标建筑，在近几年呢重新开发、重新脱胎换骨啊，现在成为伦敦的新的一个区域啊。这个地方呢就是Battersea电厂。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是吧？伦敦呢也有很多的工业遗产。那近些年在这个后工业时代呢，很多的这些工业遗产呢被荒废。英国人呢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工业设施啊，比如说发电厂啊、仓库啊、工厂等等的，把它改建成其他的用途，给旧的建筑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Battersea电厂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不光是这个电厂。整个这个区域，包括旁边的这个 Nine Elms 这个地区，10多年前还都是一块工业废地。我记得之前坐火车啊，去沃特路的火车经过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破。过去这10多年啊，不断的开发，不断的改造，现在呢，整个这个地方啊，焕然一新啊，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大。当你站在这下面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建筑有多么的庞大啊！这个建筑建于1930年代啊，当时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红砖建筑。1980年的时候呢，当这个发电厂退役之后呢，整个这个建筑被列入了 listed building 文化保护建筑啊，不能拆的。所以它整个这个新的开发项目呢，完整的保留了发电厂的外墙，它包括中间的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旁边也有一些开发的新的住宅，之后呢，顶层上也会有一个电影院，也会有这个food hall，而且其中一个经典的这个白色的烟囱的上面会变成伦敦新的一个观景台。其实走到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哪里，你知道吗？想到伦敦另一个地方，就是 Tate Modern。对，因为 Tate Modern 曾经也是一个发电厂，虽然没有这个这么大，但是站在那个下面那个感觉很相似，进去看一下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你看它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也非常用心的保留了内墙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看到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曾经的楼梯，浓浓的工业风啊。这样一个历史建筑，而且是一个工业建筑，说实话并不好看，斑驳的这些墙面啊，但是呢，仍然把它保留下来，纪念它的这个历史价值。然后这边就全部都是新的了，下面这里也是保留了一块原来的发电厂的机械装置 ，electrical switch gear 啊，它是个 circuit breaker。Power of Place 介绍这个发电厂的前世今生啊。上个世纪20年代，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伦敦市开始规划建设新的大型火力发电站。1929年，Battersea电厂开始动工，到1935年，第一期工程 A 站建成使用。起初只有2个烟囱，直到1955年的 B 站完工，才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 ，Battersea 的其中一位设计师 Scott 爵士，同时也是英国最具标志性的红色电话亭的设计者。Battersea 电厂在服役的50年里，供应着伦敦1/5的电力，被誉为能量圣殿。它的 A、B 站分别在1975年和1983年退役，却依然持续为这座城市发光发热。它不仅见证了英国的工业历史，也逐渐成为一处文化地标建筑。1977年。英国著名摇滚乐队 Pink Floyd 直接将这里搬上了专辑《Animal》的封面，在巨大的烟囱中间漂浮着一只粉色的猪。随着这张意义非凡的专辑在全球热卖，Battersea 电厂也名声大噪，成为很多摇滚迷心中的纪念地。近些年来，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在这里取景，很多年轻新潮的创意文化活动也聚集到这里来，像是品牌发布会、电影节、艺术展和音乐会等等。
甚至出现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退役之后啊，有很多的方案，就是怎么样重新利用这个地方，然后改造这个发电厂。当时有很多这种新奇的想法，其中也包括把它弄成一个游乐场。当时的一些天马行空的设想，但是最后没有实现。很多的规划的方案，其实最后采纳了现在这个，因为能商业最大化。对，现在这个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也挺接近市中心的，就是说也不想把它搞得太跟周围的环境太突兀哈。2022年开的，就是已经基本上开发完成了之后，中间这个大厅就是曾经它的turbine hall，就是火力发电厂的它那个涡轮大厅，因为它很高大，所以这个 shopping center 现在有4层。这个建筑因为是建于30年代嘛，所以那个时候是 Art Deco 非常流行的，就是艺术装饰风啊。所以你看它的这边的这个墙壁，很多原先的这些装潢也都保留下来了，其实很漂亮的。包括它这个黑色的瓷砖，还有这种像大理石一样的这个墙面，应该是保留的原装的，或者说在原装的基础上修复过的。虽然说很多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些商店，但是在一些角落里，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30年代的这种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个吊车它其实也是保留下来了这个钢架的结构，这些都是工业遗产啊。曾经这个大厅就是这个样子的，荒废的时候，现在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上面有个电影院，但是现在还没开嘛，那可能是做 promotion 上来了就给奖励一个小爆米花，还不错。这边这个餐厅啊，就叫Control Room B，应该是原来这个地方就是 Control Room， 所以它连这个名字都继承下来了。那些鳄鱼啊，那些牌子啊，什么卖的都年轻线的。所以它 target customer 就是那种比较潮的、年轻的啊。我们发现这真是个 pet friendly 的地方，看到很多陪主人逛商场的可爱狗子。对于伦敦的铲屎官们来说，又多了一个遛毛孩子的好地方。这冰激凌店外面排长队啊，好火啊！这里面还有个书店 ，Artsy Bookshop。原来的建筑的结构其中一部分啊，钢架。找了一家西班牙餐厅，感觉我还不错。因为今年不是没去趟西班牙嘛，就是过来吃一点 tapas。然后今天呢，也是我跟我媳妇结婚纪念日，我们就过来吃点新鲜的东西。我们村里没有，就餐环境也很好，温馨一点的湖边。我们点了几个什么鱿鱼啊、大虾呀，然后烤鸡啦，还有这个西班牙的那个猪肉。OK， 那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喜欢，还请点赞、评论、关注，下期见，拜拜。